马先生，我找人查过，那个电话号码属于一张太空卡，查不到机主身份。我跟 Marco 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，金钱、女人、权力以及仇恨，你跟他是哪一样，这要问你自己了。啊，给我一杯咖啡，谢谢。怎么，什么事？表舅舅，二叔跟爹地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当年二叔被人绑架，会不会是另有内情？你怎么无缘无故提起这件事？我一直都有点怀疑，当年二叔被人绑架这件事，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那么久以前的事不记得了。喂，新铁路总站，你对我坦白，只会对你有好处。不是表舅舅不想说，是你老婆不准任何人再提这件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不想再提起。当年呢是这样的，别说是我说的。当年你爸、你二叔，大家都想做马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于是明争暗斗，斗得难分难解。关键时刻，你二叔被人绑架，勒索1亿赎金，这事你也知道。刚开始你爸呢是不赞成给赎金，他建议报警。你二婶呢当然很担心，哭得要死要活，都快跪下求你老爸了。最后你老爸好吧，同意了，给赎金吧。钱都给了，为什么那些绑匪还要撕票？这很难说的。可能那些绑匪他们觉得时间太久，你爸不是第一时间给赎金，一生气就把人扔进海里。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最喜欢瞎说，他们说你爸可能因为利益问题，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不给赎金。你老爸一生气就问所有人不准再提这件事。就是这样，我就知道这些。还有人知道更多吗？喂，我又不是整天跟着他们，一不对啊。你二叔身边的司机、保镖，钟森可能知道的更多。你查到钟森下落了？原来他离开香港之后，一直都住在越南。Marco 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。你打算告诉他？那当然 ，Marco 一直在找钟森叔，想问清当年二叔被人绑架那件事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？哎，我知道你关心展宏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？哎，你也知道，他一直都放不下，不肯承认事实。其实这件事已经过了那么久，难得二嫂她的心情平复了，如果继续纠缠这件事，只会让二嫂更难过，而展宏也没办法好好做人，你何必呢？爹地不想我把钟森的消息跟 Marco 说，难道他真的想隐瞒什么？但是你爹爹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可惜那个钟森那么短命。Marco 说他到了医院，钟森已经死了。但是，如果 Marco 在钟森死之前见过他，也许他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。你是怀疑 Marco 从钟森嘴里听到了什么，但是没跟你说？按照你的要求，找到了所有超过0.1%持股量的人。我就是喜欢你的办事效率。二哥，我知道你想买很多马氏股票，来增加你在董事局的影响力。但是那么多股份，资金上有什么计划？其实二嫂也有股份，为什么你不问问她？还是保险一点好。真没想到，大哥跟 Thomas 竟然都不支持新铁路线这项目。目光不同，做的事自然不同。我始终相信，我是目光够远、做法正确的那个人。赵四，你也是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放手去做。Marco，是你现在有空吗？你说。前2天呢，跟二婶开会的时候，
他让我帮他找一些新加坡房地产的资料，我找到了，麻烦你交给他。这么奇怪，他会让你找这些资料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好像想支持你去外面自己创业。他还跟你说过什么？没说别的了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似乎想帮你办移民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妈，洛伊让我交给你的。哦，想移民去新加坡。移民是次要，最主要是我想支持你创业，因为耀祖说你在新加坡有很多人脉，既然要过去创业，干脆移民过去。他来找过你？嗯。他一直鼓励我，也支持我帮你创业。他还说比市价多20%，买下我所有的马氏股票，那你就有资金了。他真这么说啊？嗯。我知道你放不下这里的事，但是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有本事，应该是时候为自己打算一下了。换一个新的环境，重新开始，不好吗？好。那你有没有答应他会把股票卖给他？那都没有，毕竟是你爸留给我的嘛。我跟他说我要考虑一下。妈，股票这件事呢，你交给我，我跟周慢慢谈。好。往里出招真的越来越狠，想打赢你真没那么容易。你想赢，但是隐藏自己的好胜心确实比较难。啊，对了，你想收购我妈的股份呢？对你来说是好事。我明白你想增持自己手上马氏的股票，去抗衡耀宗耀堂，但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商量呢？我要收购的是二婶名下的马氏股票，当然是直接跟他谈了。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？你是不是喜欢Sammy？你有一条刻了Sammy名字的项链。对了，展宏，今天耀祖上来过，好像放下了一份文件给你。是啊，我曾经买过一条项链，想要送给Sammy，但是我知道他选了你之后，就已经放弃了。哼，放弃？你一直留着项链，就证明你没有放弃，一直都把它放在心里。周，你约我出来就是想让我跟你说对不起啊。但是你记不记得当年你叫我去越南找钟森说的时候，你故意要我多留几天，你就趁这段时间追Sammy。其实要说对不起的人是不是你啊 ？OK， 对不起。但这张照片，你怎么解释？你看清楚上面的拍摄日期，你明知道我还有不到1星期就跟Sammy结婚，你竟然对他做出这种事。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但是那一天我们都喝醉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根本与Sammy无关。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什么事都要帮着Sammy，还不承认对他有感情？但是你对我却非常绝情。是你向 ICAC 告发我，害我坐了半年牢。那这件事是不是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算了？
有人跟我说，一个男人要向另一个男人报仇，不外乎4种原因：女人、金钱、权力跟仇恨。以你的为人，绝对不会因为我抢了塞米而向我报复。至于金钱跟权力，就更加不可能。很明显，你是为了仇恨。本来我一直想不通，我跟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你要这样害我？但是当我向你提起中森书的事，我看到你的反应，终于明白了，你要报复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马家。中森书在越南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是马先生找人绑架马先生。什么？中森书在越南跟我说是马先生找人绑架马先生，就是你老爸绑架了我老爸。我爹地找人绑架二叔？不可能！马氏侯为了独占马氏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我要相信爹地会这么做，但你对我做过的事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不再是兄弟。你马上离开马氏，同时二婶要卖掉他所有的马氏股份，以后你们母子俩跟我们马家断绝一切关系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我就会公开你跟Sammy的事，到时他身败名裂，你不要怪我。那这件事是我跟马家之间的恩怨，与Sammy无关，Sammy是无辜的。Sammy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在监狱里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两个每次来看我，都是来算计我的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已经不是以前任你摆布的马耀祖。我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看到马展宏的辞职信在我桌上。